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在纽约最关心一个点来拍这期节目，因为有的朋友说啊，你不要老是拍那个纽约的阴暗面。其实呢，并不是啊，我就是拍纽约实际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在街头走，有很多人来来往往去上班的。我拍纽约的地铁，怎么就是阴暗面了呢？那么今天为了满足某些人虚荣心，我就在纽约真的是最光鲜的地方来拍本期节目，那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。这是很多好莱坞电影、很多图片、很多什么视频显示的这个点，这个画面就是这样。这就是真的纽约最好的地方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，到底比如说与香港的、与上海的、与深圳这个高楼大厦有什么区别吗？或者说哪个天际线你们觉得更好呢？咱们今天来说说美国吧。这是我不知道第几次来了，估计呢是第5、第6次来了吧。我之所以又来纽约，是因为呢，我可以住在一个朋友家，他自己租了一套，另外他后来又买了一栋房子在布鲁克林那边。在曼哈顿这边是他租的一套比一室公寓更大一点，一室一厅也讲得过去，因为他是穿堂的。其实户型不好，应该是住了很多年了。他的租金现在今年涨到了1900，很小，其实不大。我估计呢，最多是35平米左右，涨到了1900。如果是新合同，他说肯定要2500以上。前几天问了一下一个哥大的学生，他租了一个单间，是在一套房里面大概有4个房间，然后呢共用洗手间、共用厨房，一个单间平米大概是8平米左右，很小，放得下一张单人床，然后一张小的那个书桌，然后还有其他一点空余的位置可以转身。就这样一个房间，你们猜要多少钱？一个月1500美元。我的天哪！我也看了一下，做了一下功课，在曼哈顿像这样的公寓，1室公寓2500，2室公寓4000左右，3室的公寓6000，上不封顶。这一带是比较贵的，然后上层稍微便宜点，但是中位数现在就这个刚才我说的价格。如果是你想在曼哈顿这里自己租一套房子，即使很小，那也要2500美元，起码半个月的工资，甚至更多。有的人1个月的工资，如果你想住好一点的话，在布鲁克林稍微边缘一点的地方，就相当于曼哈顿这里的半价。但即使这样，也不便宜啊。因为美国人他们税后的人均的中位数，反正在3000到4000之间。有全职职业的人啊，通过这几次我来美国，特别是来纽约，我去过不少人的家里，就是普通美国人的家里啊，他们的住房条件其实真的赶不上中国今天。即使中国你是在县城买房的人，装修出来之后，居住条件绝对秒杀在纽约普通人他们的居住条件，毫不夸张啊！看我频道的朋友们，有多少出过国的？有多少来过美国的，又有多少去过普通美国人家庭的？我这样说是不是过分美化中国了？然后呢，过分拉低美国了？我觉得并不是，因为我确实去过不少美国人、普通美国人家里，我还去过这个纽约附近乡下的美国人家里。对的，乡下的环境真的不错啊，是连排的别墅，有草坪，但是美国人他们的住房啊，它的建筑质量我觉得不好，很多都是木头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还有那个房产税，一般是1%到1.5%左右房子的价值每年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你的房子如果是值50万美元，那么你每年相当于要交至少5000美元的房产税。或者6000嘛，这种更好算，每个月就是500美元房产税。房产税在美国是非常重的。如果某个人他房子的价值，比如说官方估算100万，
然后你在那个州，房产税是1.5%，那么你每年的房产税那就是15000美元呐、那每个月你的房产税1250啊，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所以有的人算了啊，如果按照这个房产税交50年，又可以买一栋房子了，或者又可以买一套公寓了。不管是唐人街，还有美国的其他超市啊，这个物价与前几年比，真的上涨了很多啊。我觉得比5年前比，至少上涨了一半，也就50%。因为之前的价格我还在脑子里有印象，比如说我原来在那个超市买过那个一份那个熟食，它是有炖牛肉的，有米饭的，有一点沙拉的，这样一份。原来我记得是7.99一份大的，现在这次我去看变成了14.99了，就这么夸张。然后原来鸡蛋我不记得了，当时我觉得还能够接受，现在我去一打12个，一般呢要4.99到5点多，如果是走地鸡的话可能更贵，只是12个啊。国内同等的30个是15块钱，也就$2，这里12个，数量来说是2.5倍，2.5倍乘以比如说那个$5，因为现在一打就$5，那就12.5美元了，而在中国只是$2，相差6倍多啊！很多东西在美国，直接就是中国的价格，只是把人民币变成了美元这符号，然后这数字不变，就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两国的价格大概相差7倍左右。那么如果综合，比如说房租呀，还有综合这汽油费呀，综合买服装的等等等等，反正全部夯不啷把它综合起来，我自己内心的那个感觉啊，应该美国的物价相当于中国的3到5倍左右，3.5倍可能更好。那么这样算下来，是不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应该是$1换2人民币才是正常的呢？现在是$1换7人民币啊！如果是1:2，也就是说中国的 GDP 要乘以3.5倍，不得了了。因为按照如果是美国这个生活条件、美国这个生活质量来说，确实是这样啊。你的物价是相当于中国那么高，3点多倍。相对来说，我认为啊，就是美国人，特别是美国的所谓的中产阶级，还有中下层，从住房质量来说，从生活质量来说，应该与中国人不相上下。甚至很多美国中产阶级，他们的生活水平，甚至要比同等的，比如说中国3500块人民币的每个月收入，比这些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更低一些。因为呢，很多中国人他是有自己住房的啊，虽然有些人还在交房贷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如果你是双职工的话，每个月你的住房要比美国人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从硬件来说，装修来说，就要比美国人豪华多了。美国人很多，他们家里他的空调还是窗式的，那个嗡嗡声啊，很难忍受这噪音。然后吃的食品，其实我认为呢，不怎么健康。有人说美国食品安全啊，安全个屁！因为很多添加剂的瘦肉精，对不对？还有激素等等。美国的食品是不是比中国的更安全？这个我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啊。我们中国人爱吃的东西，好像跟国内的价格真的是1:7，就觉得超级贵。所以普通美国人如果按照现在目前美国的物价，因为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在美国一样，每个月有固定开支。在美国，特别是美国城市，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租房族吧，与德国差不多。但是美国好像自有房率是60%多，比德国大概多出20个百分点。但这些有房率比较高的，应该是在农村地区，在城里大部分都是租房族。那么如果按照目前美国这租金，美国呢生活成本，不管是食品、汽油也比以前贵了，但相对来说汽油还是比中国便宜啊。
还有其他固定的开支，这个生活开支特别大呀。过去几年这涨幅那么大，通胀，然后呢，美国人工资涨幅肯定是跟不上这个通胀涨幅的。那么相对来说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、购买力是下降的。也就是说，这几年其实与前几年相比，美国人生活更加艰难了。又加上，比如说我在法拉盛，我看见街头有一个大概是30多岁的一个人，一个男的，在那里举着一张牌，救命的意思 ，help 帮助或者救命，表明这个人差不多走投无路了，才站在街上乞讨。然后呢，前2天我在地铁站里，应该是在42街时代广场站，在换乘的时候，看见有位大概是70岁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，一个眼睛应该是瞎了，或者没有了，挡住眼睛的那个眼罩，也在那里乞讨，举着个杯子在那里。我看着就特别心酸呀。我就想，如果是比如说法拉盛那个人，30多岁那个男的，他是当年润出来的，然后呢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他到底后不后悔呢？是不是所谓这个民主自由就比吃饭更重要呢？润出来之后，或者移民过来之后，那你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比在国内的时候更高了呢？我在过去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采访啊，特别是近几年，不管是润出来的，还是通过其他手段移民出来的，或者旅游出来的人，他们怀着非常美好的幻想来到美国之后，有的是先一个人过来，先探路，先踩点。比如说有个男的出来，卖掉了国内200万的房产，来到了美国，到了洛杉矶，每个月他租房还比较便宜，800多美元。然后呢，一直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去干苦力啊。在国内原来是可以说是高级白领的，然后呢，来到美国之后，想得太天真了，以为可以干他国内同样的事，哪知道一切归零，在这里一切从零开始。到处碰壁之后，只能去干苦力。最后呢，吃不了在餐馆洗盘子那个苦，然后去送外卖。送外卖也很辛苦啊。他说，每天有单的话可以赚150，除了那电费之外，除了你要吃饭之外，因为他要点外卖没办法，他在外面送，没办法自己做饭。剩下的可能呢就是每天100块，每个月1天不休息，也就是3000。他还要去学语言，去社区那种语言学校，所以每天非常辛苦，睡眠不足。最后呢，有一次他在送外卖的时候撞了人家，花了几千美元买的2手车，然后呢又撞了人家，又赔了几千美元。最后他干了2个月，来美国2个月，花了20万人民币。他说，不仅没有赚钱，还花了20万人民币买了一个教训。后来呢，他在一次访谈中就承认，他说这美国不是他想待的地方，他后悔来了，但是呢醒悟了，然后就打道回府了。花了20万买了个教训。过去我们也知道金牌讲师啊，什么甜甜圈这种，我们也知道他们润出了之后到底怎么样了，对吧？甚至呢，那个金牌讲师好像有点黑转红了。现在像台湾那个馆长，他去了大陆之后呢，也是由一个绿又变成红的了，不是又变成红的了，而且变成一个大粉红了。因为他看到了，至少他看到的东西跟他原来在台湾得到的资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原来他觉得他相信了那个台独党的话，相信了台独的那些媒体，然后被洗脑了。
来到之后呢，突然看见了，完全把他世界观把它扭转过来了。就是啊，你实际到过中国之后，然后相反的，你实际来到美国之后，你的经历给你当了最好的教师爷。不管我去唐人街也好，还是曼哈顿，我就住在曼哈顿啊，还是哈伦呐，还是什么布朗克斯，还是法拉盛的那边，我没有觉得像美国，像纽约啊，是美国一线城市啊，也是所谓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，最富裕的城市啊，没有之一，是这样的，真的，我半点仰慕的心理都没有。而现在呢，我不仅是平视，而是俯视了，因为我看见了普通美国人、普通中产阶级他们的居住环境怎么样的。别跟我说，像后面这个大楼，这是写字楼啊，普通美国人是绝对没有能力住在这样的楼房里，也没有能力住在中央公园四周那房子里，那不是普通美国人能够住得下的，而是超级富豪才有那个能力。可能每个月如果他租房，每个月就要好几万美元，能够普通美国人有好几万美元一个月的收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套房子可能上亿美元，几千万上亿。所以普普通通美国人，就是像我拍摄的视频那种他们的房子那样，在那里面居住。你觉得像这样的环境，像这样的住房条件，你还会羡慕吗？反正我不羡慕。而且我到过的不仅是纽约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这一些年过去10多年了吧，我大概来过美国应该是6次，应该6次了啊。可以说从南到北，我几乎都走过了。西部的加州，从南到北我走过。然后呢，我租车从加州，我开到了，比如说是犹他州，还有亚利桑那州，东南边佛罗里达州，还有佐治亚州，然后呢是华盛顿特区，对吧？然后是 Pennsylvania、Philadelphia 这边，然后就是纽约。从纽约我又坐大巴到加拿大的多伦多，一路也看见很多。所以我觉得我所看见的啊，我自己开车经过的地方，已经可以说是非常能代表美国了吧。有大的都市，比如说纽约，还有洛杉矶、旧金山，都是美国的1线，还有迈阿密也算至少美国的2线了吧，对吧？还有美国的大农村，我都去过了，我没有觉得他们比中国，特别是比中国的城市好到哪里去。当然，美国农村要比我们广西农村肯定要好，这点是真的。也许呢，比广东的农村也好，浙江的农村听说很好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坐高铁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小洋楼盖得挺漂亮的，但是房子的质量绝对没有中国好。他们只不过呢，可能绿草更多一些而已，对吧？可能他们的面积更宽一点而已。但是说生活质量，我认为呢，跟今天2025年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比，不一定比中国更高了。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啊。有的人可能20年前、30年前润出来的移民来美国的，可能很少回去，或者根本没有回去的，一直还停留在那个时代的中国。当然可能不同意啊，我说的对吧？现在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，2025年的美国，至少我认为呢，中国完全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。如果再考虑到基础设施方面，不管是公共交通也好，什么高铁啊、公交系统啊，还有5G 呀，还有我们农村的光纤到家呀，还有这个价格水平呀，安全系数啊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。现在还有生活便利程度，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。反正给我选择，我不骗大家，我肯定是选择在中国。我记得有一位北同的博主访问过我，在德国汉堡的时候，我们见了一次面。他问我想不想移民美国，我斩钉截铁地说，
不想，一点都不想。这是我的内心的真心话。我干嘛呢？因为我觉得在德国的生活要好过美国。我连德国都不想待了，我还想来美国吗？当然，短期来美国看看。我这次来，只是想对比一下现在的美国和2年前的美国，比如说物价有什么变化，还有它的社会环境有什么变化。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，我想看看变化，我才来的。否则，我真的不想来了。何必花那个冤枉钱呢？对不对？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，就是我所见到的美国，不管是城市和乡村，他们生活条件、居住条件，还有他们普通人给我看他们的面貌。你看，到处除了那些富豪区之外，那么脏，那么乱，而且不安全。像这样的社会，值得我待吗？肯定不值得啊！德国的治安目前来说比美国好，德国生活水平目前比德国，我是说普通的德国人啊，生活水平肯定要比德国高，因为从医保来说，德国就要好过美国。你们知道吗？美国没有医保人，应该是2000万左右啊，也就是说，大概7%的美国人连医保都没有，他们得病了连看病都不敢去，真的不敢，因为比如说叫次救护车的，少则几百美元，多则几千美元。大部分美国人，他的银行存款，你叫他拿几百美元都拿不出，付几千美元这救护车的费用，他早就破产了，连看病都不敢去看，连打的都不敢打的。像这样的生活，有质量吗？在中国啊，普通一个工薪阶层吧，偶尔打个的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？点个外卖，下次餐馆也是不成问题的吧？但是呢，在美国就变成了奢侈行为了。在德国一样啊，我们平时不敢打的，然后呢下馆子也是没事的时候绝对不敢去下馆子，觉得真的不合算，太贵了。再考虑到安全系数，真的，如果是在一个社会我都没有安全感的话，真的谈得上这生活有质量吗？对吧？然后呢，生活方方面面也不方便，什么网购也不方便又慢，而且还死贵，等等等等。所以综合考量，现在2025年的中国，尽管呢现在经济也比较困难，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在中国正常的有工作人来说，还是我认为要比美国更爽了。现在就是说，中国虽然按照美元它的那个 GDP 不高，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物价水平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。前面我们比较一下，就是这边的物价，特别是纽约的物价，对吧？几乎是1比1，就说把那个人民币的符号换成美元而已。纽约是1线，对吧？那么对标国内的1线，北上广深那边中位数啊，就中国那边1线中位数，他们的收入应该不止3、4千吧，应该有7、8千吧，中位数啊。那么这里只是3、4千或者4、5千，那相对来说，是不是中国那边1线，他们的生活水平，他们的收入相对来说，是不是比美国这边更高呢？你要考虑到当地的价格水平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不管是从平时消费出手的大方的程度来说，还是街上你看见中国，特别是1、2线城市呢，汽车它的新旧程度来说，很多都是从我们在西方国家人来说观点来说是豪车了啊。因为从配置来说，从那个新旧程度来说，从那个设计来说，都是豪车的水平了。就中国街上开的那个车，已经超过了德国开的车了。平均来说啊，你要除掉，比如说德国像什么斯图加特呀、慕尼黑那种最富有的城市，又是像奔驰啊、宝马那种有车厂的地方，当地人数十年、上百年来一直呢比较富裕，所以它有那个底在那里。但是除了这些地区之外，普通其他地区的德国人，他们开的车并不好。像欧洲其他国家就更差了，
比如说像南欧的、意大利的，他们开的车很破的啊。所以你一回到中国去的话，你就见到最大的区别啊，真的，一个是车在中国特别新，很豪华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中国的城市很新，非常的干净，可以说井井有条，又很安全，物价又不高。所以总体来说，就让我的感觉，那就是对比美国，我就觉得今天从我内心来说，绝对不值得再什么润出来美国了，还有什么移民来美国了，更别说什么为了孩子的教育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美国这基础教育有多渣，对不对？它这是实行精英教育。另外，总体来说，在美国社会，虽然这个华人数量有几百万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华人的地位并不高，而且在美国社会有深深的排斥黄种人这种隐性的、显性的种族歧视，特别是华人男性在这里的地位更加尴尬，很多人很难找到老婆，因为这里是僧多粥少。另外呢，有些华女她有仰慕心理啊，找白人呢，对吧？那就资源就更少了，那这华男就更难找那个另外一半了。又加上特朗普以来，从第一任到现在第二任，整个美国社会啊，其实是比较敌视中国的，那么相应的也会敌视在这里的华人。你没有遇到不表明不存在啊，这显性还有隐性的都有，一些在美国的学者，还有美国的商人，被长臂管辖的也有，被直接管辖的也有。所以你看现在这几年纷纷离开美国，很多回到中国的大有人在，科学家、技术人员，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啊。越来越多人才返回中国，那当然更好了。离开美国返回中国，那一正一反，当然是对中国好了。所以从这点来说，我是非常欢迎美国这样的。现在的美国，我不认为还适合华人在这里生活，但当然有很多人已经适应了这里，或者已经入了这里的籍，在国内已经没有根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因为总体来说啊，西方这个，因为它有这个政治制度啊，它这个政治制度有缺陷，我认为设计缺陷会导致呢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是我观察到的30年观察到的现象。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德国，还有欧洲其他国家，他选出来的政客真的是一届不如一届，一届比一届差，然后呢越来越民粹化，那就导致了整个社会向下沉沦，然后呢人的素质也越来越差。在德国我感觉特别的明显，进来那么多的移民，光是2015年就进来起码有100多万，然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几十万吧，然后俄乌战争之后，乌克兰又来了可能上百万吧。特别是2015年以来，一直到俄乌战争之前来的这些人，大部分呢都是与德国宗教文化不一样的，文化冲突、宗教冲突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些人来的大部分呢，文化程度很低，不会说德语，甚至呢有不少是文盲。你们说这些人对一个国家、对德国会有贡献吗？我认为不仅不是人口红利，而是人口负担。所以导致了德国社会这矛盾呢越来越严重，然后导致了德国总体的人口素质、综合素质是下降的。这可以观察到在欧洲其他国家，特别是所谓西欧国家。前几年我就说了，欧洲是没有未来的。那么通过这几年美国这些政客的表演来看，美国绝对也是没有未来的。再加上中国这些年
科技军事大爆发。从93阅兵，我们就可以发现了，中国的军事，至少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，已经超过美国了。尽管可能西方国家不愿承认，但是我认为，我也相信，已经超过了。也就是说，事实上，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了，而且这个趋势还是东升西降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美国也好，还是欧洲也好，它总体的趋势是下降的。就像我买一个股票，从长远来说是看跌的，然后呢，中国那只股呢，长远来说是看涨的。你说你做一个投资人，你投哪一边？所以经过我的谨慎考虑，我就选择了中国呀，我就申请恢复中国国籍。至于能不能够得到实现我的想法，这我左右不了，我只能等到大约2027年，大概还有1年半。如果批准不了，那我也只能待在德国，没办法呀。所以本期节目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。我 N 次来美国之后，我看到的真的是所见所闻啊！我自己亲自经历的美国，还有我自己在德国生活，在欧洲生活，在西方生活，我就觉得哈，如果是从现在2025年这个眼光来说，就是中国还有美欧这些发展这个水平来说，我认为啊，中国还是更有前途的，押宝中国是对的。如果是现在还梦想着润到西方来，润到美国来，或者还想移民到美国来，我只能说自求多福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，想来这里就来吧。因为一个人如果有梦想，不去实现，就会觉得总有遗憾，对吧？而我的人生哲学就是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。所以朋友们，不管你同不同意我的观点，如果你今天看了我的视频之后，还想移民到这里，还想运到这里，我也特别赞成你这样做，就大胆去做就行了。